这是江湖上有名的明珠宝剑，剑如白蛇吐信，丝丝破风，又如游龙穿梭，行走似身，时而轻盈如燕，点剑而起，时而骤如闪电，落叶分崩，就连蝙蝠刀都砍不断他。这个带着黑白脸谱的男人，外号无翼蝙蝠，武艺奇高，心狠手辣。他的来历不详，身份不详，喜欢金银珠宝、绝世美人。5年前，无翼蝙蝠凭借强悍势力，建造了一座密室，关押大量女囚，将她们变成自己的玩物。无翼蝙蝠作恶多端，引起武林公愤。为了替江湖铲除祸害，中原武林集结了28位高手追杀无翼蝙蝠，将他逼至关外弘法寺，决一死战。1天1夜之后，26名高手先后倒下，只有铁掌大侠司马中原和亲手书生冷秋魂活着回来了。相传无翼蝙蝠被司马中原击杀，谁知5年后，无翼蝙蝠再次重现江湖。这天镇远镖局的镖师奉命押镖，镖局的大小姐雷锋也跟在其中。一行人在郊外的一处茶馆休息，茶棚老板拿出一封信，说是萧七公子托自己带给他的。大小姐雷锋又惊又喜，话说这位萧七公子在江湖上有着第一美男子之称，貌似潘安，剑法颇高。信上邀请他去天龙谷岔一句，雷锋早已经芳心暗许，简单交代几句便自行去赴约了。谁知雷锋前脚刚走，就有人中毒。茶棚老板不再伪装，露出真面目。臭名昭著的无翼蝙蝠，他出手毒辣，杀人不眨眼。镖师们因中毒早已丧失战斗力，不过一盏茶的功夫就被击杀。此时雷锋已经赶到了天龙谷岔，此处原本已荒废多年，大殿里现在却被人精心布置过了一番。信上说突然有事，让他自用酒菜。雷锋毫无防备地品尝了起来，谁知茶棚老板突然出现在眼前。再得知镖局兄弟全部死于他手，雷锋冲过来就要为他们报仇。奇怪的是，刚才还出手毒辣无比的茶棚老板，此刻却边打边退，还打开了一处机关往里逃跑。雷锋冲了进去，准备一探究竟。密室里突然出现一个疯癫老头，自称是此地主人，雕像也是他的。此时茶棚老板突然出现偷袭，早前雷锋喝下的酒起了作用，茶棚老板趁机逼问宝藏下落。原来疯老头才是真的无翼蝙蝠。5年前，无翼蝙蝠因伤失去记忆，司马中原并没有杀无翼蝙蝠，因为他想得到无翼蝙蝠的宝藏，便谎称无翼蝙蝠已被他杀死，暗中却将无翼蝙蝠囚禁在密室。为了宝藏，司马中原费尽心思，终于找到了线索：蝙蝠双刀。无翼蝙蝠对2具美人雕像迷恋，其一就是司马中原女儿司马东城，另外一个与雷锋长相相似。当年无翼蝙蝠将这2位放走，还各自赠送了一把蝙蝠刀。司马中原便假扮成茶棚老板，目的就是为将雷锋引到密室，好让他唤起无翼蝙蝠的记忆。果然得到了一个名字：西门落叶。雷锋用血迹在石床留下线索，被吓晕的丫鬟此刻从茶棚醒来，于是便匆忙赶回镇远镖局报信。未婚夫韩洛得知此事，心急如焚，立马提剑和雷总镖头赶去调查。此刻萧七公子正在客栈休息，一位长相美艳的白衣女子找来，自称司马中原的女儿司马东城。她告诉萧七公子有事相托，其父拿着蝙蝠刀去关外失联了，他怀疑无翼蝙蝠没死，回来报仇，希望萧七能帮自己将父亲找回。美人前脚刚走，雷镖头便来要人，可是萧七根本就不认识雷锋。听雷镖头说起事情的经过后，3人即刻赶到天龙谷岔调查，发现萧七写给雷锋的那封信，很明显有人假冒萧七骗雷锋来，故意将萧七牵扯其中。萧七公子便决定协助雷总镖头查明真相。古查没有线索，便前往茶棚查探，谁知司马中原早已等候多时，他乔装成茶棚老板摔倒在地。萧七公子好心上前去搀扶，发现对方的手出奇的凉，雷总镖头认出这是雷锋的手臂。雷总镖头急忙质问他雷锋下落，茶棚老板换装自称是无翼蝙蝠，接着便1对3与3人较量起来，3人围攻他，竟然也没讨到便宜。随后无翼蝙蝠抛下烟雾弹开溜。难道5年前一战无翼蝙蝠没死？为了弄清真相，萧七决定去找当事人司马中原和冷秋魂。如今司马中原已经在关外失踪，只能去问牵手书生冷秋魂。来到冷府，府里却正在办丧事，管家说冷秋魂3天前已病死。此时突然冲出一群人围攻他们，
管家此时出言阻拦他们打斗，得知他们不是无意蝙蝠的人后，管家便带他们去到了冷府后院，摘下头套面具，竟然是冷秋魂。假死是为了防止无意蝙蝠寻仇，他爆出5年前无意蝙蝠没死，只是中了铁砂掌疯了，如今就被他们囚禁在青竹岛上。青竹岛上地雷遍布，机关遍地，司马中原精通奇门八卦之术，这些都是他亲手设计布置的。为了事情真相，三人决定亲自去到青竹岛上面一探究竟。三人刚到就被六合阵法给困住，幸好萧七机灵，找到阵法生门。三人此时来到一座小楼里面，看到竹林中有一老头在玩耍，剩下的路却被望儒者死拦住。既然无法，只能从竹林走了。疯癫老头突然冲出攻击他们，三人趁机会询问老头的身份。突然一阵爆炸声传来，三人赶紧进入到房间里面查看，而疯癫老头早就已经不知所踪。发现房间里竟然出现一个地道，三人鱼贯而入，全部都下来了，发现里面错综复杂，岔道繁多。然后又在地下找到一处铁门，由刚才的门进入到一处院子中，而通道的出口竟然是司马山庄。司马东城对于密室之事不知情，密道通往青竹岛，想来是为了方便司马中原看管无意蝙蝠，听起来似乎合情合理。深夜萧七发现司马东城未睡，原来司马东城再次怀念未婚夫，当年未婚夫令狐天赶去关外，只是为了夺取无意蝙蝠的九阴真经毁掉，防止武林大乱。司马东城立誓完成他的遗志。萧七想起梅花鹿机关的关联，三人连忙赶到天龙古刹查看，果不其然，他关联了一间密室。三人不做猜想，直接进入里面，看到了2个栩栩如生的美人雕像，一个与雷凤十分相似，另外一个应该是司马东城。三人决定在这间密室找寻线索。韩洛在石床边找到雷凤的衣服，也看到了他写下的西门落叶。那么这西门落叶又是何人呢？当年是与司马东城齐名的美人，现在杭州城外潇湘别院静养。此刻西门落叶正在喂食鹦鹉，假扮成无意蝙蝠的司马中原大摇大摆地闯入了潇湘别院，他逼迫西门落叶交出蝙蝠刀。西门落叶识破他不是真的蝙蝠。就在他们2人僵持不下之时，来人说下称蝙蝠刀已到手，说他中了调虎离山，然后离开。听闻此言，西门落叶赶紧去查看，刚才的人却去而复返来夺刀。司马中原对西门姑娘起了歹念，西门落叶为保清白选择了自尽，临死前告知萧七假蝙蝠的身份。此时之前那群人赶来要蝙蝠刀，萧七他们自然没有什么蝙蝠刀，三人不做纠缠，趁机赶紧离开了。可是等他们3人走后，冷秋魂竟然从密室中走了出来，死去的西门落叶也爬了起来。原来西门落叶是冷秋魂的妻子，2人野心勃勃，想要享渔翁之利。此刻的司马中原已经回到家中，妻女司马东城急忙接应父亲，连忙拿出了另外一把蝙蝠刀。司马中原将2把刀合在一起，显露出天龙古刹这4个字。没想到找了那么一大圈，居然又再一次回到了原点。很快萧七3人就找到了司马山庄。此刻司马中原早已去天龙古刹，司马东城不再伪装，叫来杀手。接着司马东城持剑对上萧七，韩洛也是一个对战多人的打，虽然只有3个人也够打一阵的。司马东城虽然人多，也落了下风，三人连忙跟着他们追了上去。眼看萧七他们追来，不肯放过，司马东城便利用青竹岛的机关六合地雷阵，想将几人吓退。他们道出司马中原真正的目的，司马东城却不相信他们说的话。女管家对他道出事情真相，他爹真的是为找那批宝藏。另一边，司马中原的人没有找到，没办法，只能让无意蝙蝠使劲想，以他最喜欢的雕像来逼迫他。打开无意蝙蝠说的机关之后，果然是藏宝室，除了满室的珠宝，就连雕像也是以黄金打造而成。就当他开心之际，萧七等人赶来。司马中原武艺高强，难逢敌手，手中的蝙蝠刀更是削铁如泥。雷总镖头和韩洛都被断了剑，唯有萧七的明珠剑可与之抗衡，连蝙蝠刀也砍不断明珠宝剑。对峙之中，一阵烟雾袭来，待烟雾散去，平静之后，冷秋魂和西门落叶等人赶来。相比较司马中原其人，冷秋魂的心机显然要更深沉些，让司马中原找宝藏，然后黑吃黑，在密室里准备了毒烟万人蜂，发作会一边疯一边笑，笑死为止。双方瞬间就缠斗一起，成了一团。只是没打几下，药力就发作了。冷秋魂自信的可以得到宝藏，谁知萧七若无其事的杀出。原来刚才有烟雾，他们便有所察觉，捂住口鼻，等着幕后之人出现。萧七逼迫无邪将解药拿出来，冷秋魂甩出飞刀将其灭口了，萧七就渔翁得利了。紧接着双方展开了又一轮较量，中毒的几人依然是疯作一团。司马中原虽未中毒，可实力犹在，在蝙蝠刀的加持下勇猛无比。萧七有宝剑加持，且剑
剑法高超，多战冷秋魂与西门洛伊二人，虽然是1对2，依然是游刃有余。不过片刻就将两人给成功击杀。萧齐急忙将解药喂给同伴们，就当他想要救治司马中原时，谁知武艺蝙蝠突然上前去抢，已经丧失心智了的司马中原将解药瓶摔向石壁，虽然疯了，可这货防备心还在，然后从高处飞下，掉地上摔死了。而武艺蝙蝠则因玩火自焚了。这部《武艺蝙蝠》上映于1980年，邵氏老电影真的是非常的不错，什么江湖大侠，什么武林望族，都敌不过财富的吸引，欲壑难填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期不见不散。